古人有什么好办法可以预防和治疗瘟疫的吗？有，多得很呢。我在医书里呢是看了不少的记载，可是我不懂中医，也不知道到底哪些还有效果。所以呢，我给大家请来了一位纽约的专业中医师，也是我认识了10多年的好朋友冯医生，欢迎欢迎。谢谢艾丽，大家好。那因为内容太多呢，所以我会分上下2集来讲，这集是预防，下集是治疗方法。那咱们今天先来盘点一下中国古人对于防范瘟疫都有什么具体的方式，也请冯医师帮我们梳理一下他们的功效和原理都在哪里。那最后来看看有哪些预防方式是咱们今天还可以派上用场的。我们今天呢有口罩，然后还有防护服，可以从头到脚的武装起来。但是古人并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很善于利用草药来达到类似的效果。那比如说东晋的医药学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里就有赤散方，还有姚大夫辟瘟病粉参方，都是把药材捣碎过筛，然后涂抹在身上用来避瘟的。其中这个姚大夫辟瘟方呢，还被孙思邈收录在了备急千金药方中，而且他只用了3味药材。那冯医生，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3味药材为什么就可以避瘟吗？好，那这里3味药啊，我们看到这个呢叫藁本，这个是白芷，而这个呢是叫川芎。那川芎呢，它的性质呢，它叫做去一切风，它可以把所有的风都给挡在外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川芎治疗这种风性的头痛啊，还有就是我们在养血，就是在像四物汤里面也有川芎，那么川芎它也叫做血中气药，就是在血中走的，但是它是可以行气的药，它可以行气，然后活血，然后它可以祛风，就是所以川芎是在祛风中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药之一。然后白芷啊，这第2个呢叫做白芷，它是很善于去祛风的，它同时呢还可以燥湿，可以活血和排脓。那么第3个呢叫藁本，藁本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去太阳经风的药，就是太阳经啊，我们身体是有6层，一会儿我们会再讲到身体就是它的抵抗能力，它的防疫力，它是分有6层的。那么第1层叫做太阳经，那太阳经的这个风呢，去它最好的一种药呢就是这个藁本。那么藁本它是有祛风散寒还有除湿止痛的作用。这个用法呢是把这个3味药啊一起研磨晒干，所以先要把它们捣碎，然后把它捣碎了之后研磨成粉，以前是用那个磨子把它磨成粉了以后，因为磨的时候要加水，所以呢它会有点湿，之后呢就把它晒干，晒干了之后呢放到瓶子里啊，就这3味药的药粉放到瓶子里，到要用的时候在里面加上一点滑石粉，那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是叫滑石粉，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然后怎么不是直接拍在身上，是把它放在纱布里把它包起来，然后用这个纱布去蘸身体，这样子古代人就是那个上粉扑那个粉扑一样对，没错。是。那为什么要加滑石粉呢？因为这个3味的药，这个它本身是个药粉，如果是全是药粉呢，一个呢它的刺激性会有点强，它因为是要全身的是全身涂抹，那再一个呢就是滑石粉本身呢，它也是一个药，它也是有一种清润清凉，还有就是在我们知道那个孩子的用的那个爽身粉里面，其实很大的一个成分也是这种滑石粉，所以它能够收敛那个脸疮，保持身体干爽的这个作用。那么把这个滑石粉，或者呢其实很多居家呢就是用面粉，就家里面做馒头啊，做包子啊，那个面粉就可以了，因为它没有就是它可以大面积的在身体大面积涂抹，然后对身体皮肤没有任何的刺激性，所以呢把它就均匀的和到一起之后，放到纱布里面，然后再均匀的铺抹在身上。那其实还挺方便的。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呢，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中还有一个叫做雄黄散，那它是用来涂在5心，就是头顶心、两手心和两脚心，以及额头、鼻子、人中和耳朵上防疫的一个方法。那这个雄黄散我们现在还可不可以用呢？原理上它是可以用的。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看那个《白蛇传》的时候，那个白蛇她变成了个娘子，然后跟许仙一起，后来呢法师雄黄酒，对
法师为了让它现出原形，用的是什么酒呢？用的就是雄黄酒，因为它的雄黄它会使到这些就是妖邪嘛，因为它这个白蛇精嘛，它还是其实是一个邪灵嘛，它修成了一个精，那么这个跟病毒啊，它其实是属于这一类的，他们就是碰到了这种雄黄的，就是这一类的药的时候，它就会被逼出来。但是雄黄本身呢，它其实是一个毒性蛮大的一个中药，所以呢，在目前的话，在美国这个市场呢，我们一般是不用它的。除了涂抹药物之外呢，还有一招特别有意思呢，就是把油涂抹在鼻孔里面。那很多明清时代的医书中呢，比如说山居变异方、古今医鉴、急救良方、寿氏保元、万世济世良方、串雅内外编、松风说医等等呢，都记载了这么一条。他说，进入到病人家之前呢，用芝麻油涂抹在鼻孔中，出来之后呢，能打个喷嚏，把油醒出来呢，就是最好的。那这么做的原理是什么呢？这个麻油啊，就是芝麻油，它本身呢，它有一个特性叫做芳香辟秽，它本身是它这种香气呢，本身它就能够辟除那种污秽之气。那么用这种方法呢，其实它最关键的就是你刚才说，它在涂抹了之后，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探鼻取涕，因为我们当麻油涂到了鼻腔之后，我们知道这个鼻腔的内腔里面它是弯曲很长，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鼻毛。当我们放了麻油之后呢，这个麻油它就会在呼吸的时候就把那个病毒粘在空气里的病毒就把它粘住了。而这个病毒你知道它离开了人体啊，离开了身体，特别是离开了这唾液之后，它其实它能存活的时间是很短的。而它在麻油的那个表面上附着呢，它就不容易存活了。所以它在处于这种静止状态的时候，你回去的时候打一个喷嚏，把它们就全部喷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不会真正进到身体。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实在买不到口罩的时候呢，不妨就试一试这个办法。然后涂的时候有什么要领吗？比如说厚涂、薄涂，涂多少呢？它其实就是因为鼻孔啊很小，就2滴就好了。你滴进去之后，它有的人是说呢，就是滴进去之后呢，你就揉一揉鼻子，它就这样整个鼻腔就温润了。那这样之后它就能起作用。或者呢，你就用那个 Q-tip 那个小棉签，然后蘸上麻油之后，在里面转2圈，它就足够了。好，大家可以记起来。草药除了可以直接涂抹在身上之外呢，也可以随身佩戴。那我们都知道古人特别爱用香囊，那把其中的香料换成草药的话，不仅实用而且美观。那冯医生，你觉得我们现在如果要用香囊的话，里面要用什么样的药材会比较合适呢？我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经典的一个避瘟香囊啊，它里面呢一共有8种成分，每一种成分呢，你只要把它等份的混在一起捣碎了之后就可以做成了。那么这8种成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从这边这个是沙姜，这是细辛，这是强活，这个是苍竹、柴胡、荆芥、吴茱萸和大黄。那我先跟大家介绍第一个，这叫强活。那个强活呢，它是属于辛温解表散寒，那么多用于在瘟疫刚刚初起的时候用的比较多。这个呢叫做苍竹。苍竹啊，它是用来除湿气，而且在这一次的武汉肺炎中啊，苍竹是一个必用之药，因为它对这个去湿气，然后驱温和避秽的作用呢是特别的显著。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很多的配方，不光是这个外用的，还有在内服的药中呢，都会用到这一个药。再来呢就是细辛啊，它本身呢是可以驱风散寒，还有止痛，同时它可以温肺化饮通窍。它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就是温暖你的这个肺脏啊，它可以把在肺里面如果滞留了一些水分呢，就是它就要饮嘛，可以把它化掉，然后可以通窍，可以把那个肺泡到支气管那个细支气管，然后一直到这个鼻腔，它可以把它给打通。但是呢，细辛如果作为内服的话，这个是有毒的，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所以我们在临床用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叫细辛不过钱呢，所以细辛的用量在药里面它是不过1钱呢。但是作为这个芳香的那个香囊里面呢，我很喜欢这个药，它的那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正的。好，这是一个啊，沙姜啊，这个沙姜
在广东人或者南方人来说很喜欢这个药。它广东人有一个叫沙姜鸡嘛，用沙姜炖的那个鸡，味道特别好啊。它这个因为它沙姜本身它有一个温中化湿的作用，同时它还可以行气止痛。那么在这次瘟疫中呢，它也能够一个是除掉这个晦气和恶气呢，它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如果是在饮食中跟鸡一起炖呢，它对就是可以养胃啊，还有对那个保护脾胃的功能呢，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哈。好，这个是沙姜。再来呢，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荆芥哦，荆芥你可以闻一下，它一个荆芥的香味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它只要一点点它的香味就能够散发出来。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呢，除了祛风解表、发散风寒呢，它还可以行气宽中。所以它对于脾胃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吃这个荆芥的泡的这个茶呢，它是能够让那个肠胃会舒服起来。但是这个外用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取它的香气。这个小粒粒呢，它叫做吴茱萸，是一种植物的籽啊，一个种子。那么它是有一种辛汗苦泻的作用，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偏热的，它可以去掉那个寒气。而在现在的研究呢，发现这个吴茱萸呢，它有非常强的抑菌的作用，就是杀灭这个细菌呢，抑制这个细菌，它有很好的作用。再来呢，这个药呢，味道我不是特别喜欢了，你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非常的浑浊。这种浊气是足以把大肠里面的这个积滞的这个宿便呢，都能给它排出去。所以大黄本身呢，它是一个泻药，所以它的最大的作用，它可以泻下攻积，然后还可以清热泻火。同时呢，它也可以止血啊，还有解毒、活血化瘀，所以它的作用是蛮多的。但是因为我们在外用的时候是取它的这种浑浊的一个很重的这种浊气它是下降了，它就能够把这个毒气的把它往外排，所以把它跟这个细辛啊，跟这些混在一起的时候，它能起到一个就是沉淀，然后把这个浊气排出去的一个作用。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呢，我们去介绍这个是柴胡啊。柴胡呢，它本身是可以和解表里、疏肝生阳的，同时呢，它可以去肠胃中的一个结气和那个就积滞在肠胃中的这个一个硬结，同时它对这个饮食的积聚啊，它有很大的一个散结的作用。那么在寒热邪气啊，还有推陈治新这方面呢，柴胡呢都是首当一指的。所以凡是在治疗这个瘟疫病中，一般柴胡呢也是必不可少的。那这里有一个已经做好的样本，那这里我看到好像除了细辛之外，其他的都已经是打碎了，是不是？对，因为我们看到啊，除了这细辛呢，它本身每一个枝呢都是非常细的，所以呢它能够持续的散发它的这种香气。那如果是像这个苍竹啊，或者是强活呀，或是大黄，不把它打碎的话，它一整块的话，它的表面的味道一散掉了之后，里面味道就出不来了。所以我们在制作中，我一般会把这个细辛啊，有的时候我把这个荆芥啊，就是整个放在那儿，就不把它打碎，其他的打碎混匀。当你觉得香气变淡了，那个时候你可以稍稍的搓一下像这个你看现在还很香，但是如果用到1个星期之后，一2个星期之后，你觉得变淡了，你可以搓，把它一搓了之后，像这个细辛啊，还有这个荆芥呀，还有里面的小粒粒，它们还会再变得更细一点的时候，味道又会持续的散发出来。有时候他们有的人还有呢，就是到香气不足的时候，还可以在微波炉里打一下。微波炉对，把它打一下之后，它的香味会再继续散发出来，那么保持1个月都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还可以挂在车上？对，我们有的时候会做2种啊，一种就是像这种随身携带的，再有一个可能会再做大一些呢，就可以放在车上。在车上的话，因为车里面经常是密闭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香气呢，它能够持续的更加久一些，而且因为我们知道这次的瘟疫呢，它在一个气溶胶的一个环境中啊，气溶胶是什么意思？它就是说一个密闭的环境，里面的这个空气它整个形成了像一个胶一样，就是像一个胶体一样，胶体就整个它是
不动的，所以呢，那个气就那个病气呢，它就是会在里面保持的时间会很长。那这种时候呢，当然我们一个就是打开窗户啊，让气散掉啊，这样子里面空气流通，它就会能够减少这个被感染的可能。同时呢，如果是你没有办法打开窗户的时候，其实里面有一个这个香囊，就能够很好的剔除这种异气了。我那时候看的讲那个公主号嘛，当时不是那个船停泊在那个岸上不能上来，然后里面它不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开放的环境，但是整个它的是不动的，它其实整个里面它就很容易形成这种气溶胶。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能及时做一些香囊过去，每个房间放一个的话，很可能有很多的人就可以避免这样子的不幸的发生。好，我们现在要赶紧在家里挂起来。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话呢，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打开小铃铛接收通知。我希望可以借由华夏衣冠之美，呈现给大家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精髓。那咱们继续来看看还有哪些预防瘟疫的妙招。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悬挂香囊的方法之外呢，还有一种办法可以更有效的给空气消毒杀菌，那就是熏香。那这种熏香呢，其实比我们现在用的消毒水啊、酒精什么的来得更好，因为那些东西的那个味道散发出来的味道非常的刺鼻，但是熏香呢可以达到静心安神的效果。在药王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里呢，就有超级多的避瘟疫的熏香配方，比如说太乙硫金散，在遭遇瘟疫的时候呢，把药材装进袋子里，就可以在院子里烧，也可以给感染了瘟疫的病患熏香排毒。还有杀鬼烧药方、虎头杀鬼丸、辟瘟杀鬼丸、雄黄丸等等呢，都是把药材和蜜蜡，也就是不透明的琥珀合在一起做成药丸，在屋内或者是庭院里焚烧，也可以放在香炉里做香薰。那冯医生，我们现在有什么药材是比较容易取得，适合在家里焚烧的呢？这个熏香的药材呢，最经典的就是艾叶。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2种艾叶啊，一种这个就是艾草，就是那个新鲜的艾叶，在5月份收割了以后呢，把它给晒干了，然后到非常干燥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存起来，这是艾草。然后呢，艾草它上面其实是有一层艾绒的，还有那个是最嫩的那个叶子呢，它之后呢可以把它做成一团艾绒，然后可以把它压成这个是一个艾柱，压成一个艾柱的形状。我们在做它的时候呢就很简单了，只要找一个东西可以把它托起来就行了。那这个是我们做那个艾贴的时候用的一个点火器哈，那我就把它用作这个用途。刚才我们有介绍沙姜、苍竹和这个强活这3样东西做香囊的时候是用得着的，对不对？因为它有一个芳香的那个气味。其实呢，它用作这个熏香呢也非常的好。那往往呢，我们是用艾叶做主角，然后呢上面可以适当的加，比如说你可以加一点苍竹啊。加一个强活呀，就可以加在一起，就可以点着了。你只要在边上点着，不用1分钟，它就你看，只要看到有点火星出来就好了。就不用把它全部点着，不用，点一点，因为它这个艾绒嘛，它里面是非常的紧致的。那么当它点着了以后呢，它就开始慢慢的往里烧，然后慢慢的会把这个木头，这个强活呀也好啊，这个苍竹也好，这个沙姜也好，它就是一种不一样的木头。然后它烧着了以后，它就慢慢的，现在先出来的是这个艾叶的香味，对不对？然后一会儿会烧到这个强活的香味，还有苍竹的香味都不一样，但是它会使到你整个房间的那个味道是很好闻的，而且你会闻到之后，你会感觉到身体是有正气的。凡是这个病毒啊、细菌啊，它所畏惧的这个味道，其实对人来说，它是一个蛮正的一个味道。那我们如果在家里要点这个熏香的话，是不是需要把那个防火器先关掉，不然会被拉响防火警报？是，这个会是一个 concern 了。不过呢，但是它没有明火的。对，我之所以用这个呢，用这个小的，就是想避免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设计了2种嘛，那这种的话就是这种小房间，那么你看它的烟，它是慢慢的上来的，不会太厉害。那么我们更常用的呢，其实是用这个艾叶加上这几个一起。这种烧法呢，它也要差不多1个多小时，就这个差不多15克啊，然后这个3个每个5克，这么大一团，这一
团也就15克，然后呢，这个是5克、5克、5克，这样子的一个量呢，一起烧，差不多能烧个1个半小时。它也是用这个碗就可以了啊，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那个 holder 架子就可以把这些草药放进去呢，它就可以烧了。当然这样子放，你觉得是不可能，对吧？那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哦，就是这个呢是 coffee filter， yes， 用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简单，而且也非常安全哈。你看啊，我们就这样可以把这整个放进来。好，然后呢，这些可以直接放上去就好了。好，直接放进去。这个时候就点这个纸就行了，点着了就完了。啊，要把火吹灭吗？不用吹，它那个火苗呢，它会把周围一圈，它自己就全部烧了。烧了之后呢，它到了一碰到艾叶，它就开始变成烟了。它碰到艾叶之后，它的火就灭掉了。哎，它一碰到了艾叶之后，它就把艾叶点着了，然后你看这个火苗它就灭了。再过一般这样子1分钟之后，开始那个艾叶的香味就开始出来了。你看这个烟的量就明显比刚才的那个要大很多了。好浓啊！所以在美国嘛，有很多人的家庭都是那种 house 非常大的，那么特别是在客厅啊、饭厅的时候，它的空间非常大。那样子，刚刚那一个小小的艾柱呢，它就覆盖不了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非常方便。我常常跟我的客人说，出去散步之前把门窗都关上，然后呢就把这个点好了之后，一旦开始冒烟了，这种状况呢它就是安全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上门出去散步1个半小时，回来之后它就已经烧完了，而且整个房间就已经被这个熏的这个香就消毒了一遍。回来之后把门窗打开，那个味道散掉之后，房间就变得非常的清新了。那如果说美国人家里有那个壁炉，如果是在壁炉里烧的话，会不会有问题？那个烟是不是都从烟囱跑出去了？对，因为我们还不行，我们要的就是这个烟，所以呢，它一般是在房间的正中央，然后烧，然后它就可以4面8方都能通达到。所以你现在可以闻一下，现在开始有这个艾叶加上那个苍竹开始有出味道，因为苍竹里面的那个精油的量是比较多的。那个强火也蛮多，其实它就是这个时候它的味道就慢慢散出来，但是呢，一会儿闻到的更多还是艾叶的味道。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呢，都是草药外用的方法。那其实我们对中药最普遍的认识还都是内服的嘛。那古代的医书里也有很多预防瘟疫的药方。大家可能听说过过年要喝屠苏酒，这其实原本是《肘后备急方》里记载的避瘟方子。据葛洪写道，这是神医华佗的药方。后来孙思邈和李时珍都在书中引用了屠苏酒的方子，并且说一人饮一家无益，一家饮一里无益。把药渣放到井中呢，能每年都喝，一辈子没病。后来在大年初一喝屠苏酒就演变成了一种过年的习俗。那针对现在这个瘟疫，也就是这个冠状病毒，有什么有效的预防的方子吗？是中国人讲药食同源，其实有很多的中药呢，它既是食物又是药材。那我今天呢带来了有2款茶。那第一个茶呢叫做紫苏薄荷罗勒茶，它一共是4种成分，这个呢是紫苏叶，这个是薄荷叶，然后这里面呢这个小的黑籽儿呢它是罗勒籽，就是9层塔的籽，然后呢另外是要放柠檬。我现在呢这个已经泡上了啊，就是这个薄荷叶和紫苏叶已经泡在这儿了。那么等一会儿你会看到它的颜色呢会变成非常漂亮的一个橙色。那等这个泡好了以后，我们再会去泡这个罗勒籽啊。我想讲一下那个为什么用紫苏呢？那紫苏的它的性质呢是辛温啊，它辛温发表，就是人在感冒初期的时候喝这个，如果是寒性的感冒，用它呢它是本身是温性的，所以这种寒性的感冒喝它的时候，它就能把那个寒气驱散掉，同时呢它会可以发汗。那么有些人他冷的时候不容易出汗，喝这个紫苏叶之后呢，它就能够发汗。它同时还有理气和止咳的作用，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在春天在季节变换的时候喝的一个茶。光是紫苏本身就非常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薄荷叶了啊。那薄荷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发表的一个药材，但是呢它跟紫苏刚好是相反的，它是那个辛凉的，它本身它可以驱寒的，所以它一个是辛凉，一个是
是心温，它一上一下，就像在身体里面它是有个契机，就是会让它走动，可以让身体的把这个外来的这种风寒呢，它会把它散的会更好一些。那风寒和风热，然后呢，这个是这个罗勒子啊，罗勒子长相嘛，它其实跟那个你们在市面上就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个 chia seed 是非常像。对，但是它有更多的一个功效。它在帮助排泄宿便呢，和防止这个毒素积聚呢，都非常好。柠檬了，当然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喝柠檬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它一个是富含这个维生素 C， 那柠檬本身呢，它还可以清热杀菌、健脾开胃，还有呢，它可以化痰止咳。罗勒子呢，你看它现在呢是就像小芝麻一样哈，但是我们一旦把热水放进去之后，不用开水，就是热水本身，它就可以让它可以发起来。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泡好的茶啊，直接滤到这个杯子里来。有些人就喜欢就丢一片柠檬进去就好了。那我一般会挤一个盎司的柠檬汁加进去。看这个颜色非常漂亮啊，然后加上红茶，像红茶，它这个紫苏的颜色是很漂亮的。当然，如果喜欢喝酸酸甜甜的味道的，可以再往里面加一些冰糖啊，或者是蜂蜜啊，对，那个味道口感会更加好。如果夏天的话，还可以把它做成冰茶，味道非常棒。那现在这个罗勒子算已经泡开了吗？基本上70%吧。都已经开了，在时间再久点的话，它会泡得更开，但是已经是可以饮用的了。那我尝一口。哇，好清凉，就是完全就是薄荷的味道，然后直接好像芥末一样通开了我的鼻子。是，所以它有个通窍的作用没错没错。所以的颜色呢，就是紫苏的颜色，然后这个味道呢，薄荷的那个清香，它会更加的通窍，所以我们很多制药的时候都会喜欢用薄荷做底，就是因为它的这种通窍的效果很好。很好喝。另外有一款茶呢，也是我们昆德中医养生轩呢和普昭会院一起研发的一个预防茶，它呢既有预防的作用呢，也有药用的作用。那么如果说已经患上了就感冒啊，或者说已经有一点不太舒服的时候，其实喝这个茶也都会非常适合的。这个茶呢叫做灵芝白通毛根茶。那么现在有灵芝，是的。一共呢就是4个成分，它一个灵芝是灵芝片，然后这个呢是白毛根，然后这个是大枣啦，红枣，然后这个是白通草。白通草的性质呢，本身它是甘而淡啊，就是有点淡淡的甜味，它的性质也还有点偏寒，所以在如果说在身体需要去热呀、去利尿啊，那么它的作用也会就非常好。一个是清热利尿，那么还有可以通气。白通它我们在用这个的时候，常常会跟白茅根一起搭配。那这个就是白茅根啊。白茅根呢，它本身是性质是蛮凉的，是凉血止血，还有可以清热解毒。对于吐血呀、咳嗽啊、水肿啊，还有小便不是很通畅呢，它的这个效果都会非常好。那么这里面当然灵芝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的一个作用啊。那灵芝它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免疫功能调节和激活的这么一个中药，它同时呢也是药中的一个上品了，它可以显著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那么一般这个呢，因为你看它其实属于木质性的啊，那一般我们在做这个茶的时候，我会头一天晚上先把它做好，先把它泡好了。或者说先把它煮好了，然后放到冰箱，然后随时可以饮用。到第二天我们当想喝这个的时候，再把这个泡好的灵芝水，然后再跟白茅根啊，再跟红枣啊和这个白通草啊一起冲泡。那当然因为这2个的性质都比较偏凉了，我们往往会搭配一个比较温性的又可以保护胃的这样一个成分。那么大枣就是最适合的一个平衡的这么一个成分。所以这一款茶呢，它在预防方面呢，相对这个紫苏和这个薄荷罗勒茶的来说呢，它的药性呢会更加强，在提高免疫力方面呢会更加的作用会更
加的到位一些啊。这个茶哈，我们泡了差不多有20分钟了，其实你可以亲自尝一尝啊。那我刚刚每一个成分的那个它的味道、它的性质呢，我刚刚已经介绍了。那现在呢，你看它颜色已经开始变得一点淡淡的黄色啊。那这种颜色主要是从那个红枣和从那个灵芝这里来的。你现在可以闻到哈那个红枣的香味哈。香味，很温润，很干润，对吧？好喝。那其实里面会带有一点点的甘苦味道，因为那个是从灵芝那里来的，而且灵芝泡得越久呢，那个味道会再出来的多一点。可是这个总体的搭配呢，它是一个就是对养胃啊，对提高免疫力啊都非常好，而且又是个非常安全的一个茶，任何体质都很适合喝。那么这2款茶呢，如果是网友们有兴趣呢，都可以到曼哈顿的那个普照会院，在曼哈顿中城，然后可以去尝到这2款茶。同时我们和普照会院还有研发了另外5、6种养生茶，都是在这一次飞演中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养生茶，那么味道也会非常好。那有机会你们也可以上它的网站上，可以看到更多详细的情况。好，那我会把详细的信息和链接都放在下面。那现在就是店家都没有开门，但是他们会提供外卖和 pick up， 对吧？对而且现在外卖专门点这个茶的还挺多的，有些人就是就是一次点上10壶10杯20杯，哇！然后因为很多人是在家里嘛，慢慢喝，1天1杯。对呀，而且他帮自己的亲朋好友去 order，因为人呢都是上工治未病嘛，就是你在还没有发现这个就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去预防的话，其实是花费最少，然后效果是最好的。我们上集说到，中国古人很早就对瘟疫的传染性和传播途径都了解得很清楚了，所以早在2200多年前呢，古人就已经开始采取隔离的方法来防止瘟疫大面积的扩散。那如果我们能避免接触，当然是最好的了。可是有些时候呢，病人就是自己的亲属，或者自己本身就是医护人员，像是冯医生这样子，必须要近距离的照顾接触病患，那怎么办呢？没关系，4700年前呢，上古医学家岐伯就已经给出了一套冥想避瘟法。我们上期提到了，在《黄帝内经》中呢有一段对话，岐伯告诉轩辕皇帝说，无一发病而不受感染的人是由于正气充实在体内，邪气感染不上，还要避开他的毒气。那至于说怎么避开毒气呢？他接着说，正气出自于脑，邪气就干扰不到人体了。首先要集中思想，想象内心像太阳一样光明。要进入病人的房间之前呢，先想象有青色的气从肝脏发出，向左运行到东方，化成一片繁荣的树林。然后想象有白色的气从肺脏发出，向右运行到西方，化成戈与铠甲。然后想象红色的气从心脏发出，向南运行到上方，化成火焰光明。然后想象黑色的气从肾脏发出，向北运行到下方，化成水。最后想象黄色的气从脾脏发出，留存在中央，化成土。这样有5脏之气护身之后呢，想象头顶与宇宙相通，像有北斗7星照耀一样，然后才可以进入病人的房间。那岐伯在这里提到了5种颜色的气，而且他刚刚提到了戈和铠甲应该就是属于金，然后森林应该是属于木，所以金木水火土都有了，这就是中国的5行。那你觉得这个中国的5行学说和岐伯提出的这套冥想法，为什么就可以防止人被瘟疫传染呢？我们都知道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冥想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把人体的正气和宇宙间的天地的浩然正气能接上。岐伯讲到这里的这个颜色是很有深意的。那这个肝脏嘛，我们知道肝脏它是属东方，它是气呢是往上升的，它的颜色是绿色，所以你刚才听到他说的，先想象了，先把自己的正气提起来，对不对？然后开始呢就想象了这个把肝气提起来，它就化作了一个森林，森林它是绿色的，这是从东边升起，然后呢它从西边降下来，西边是白色，是属肺，然后他说这个肺气下来之后呢，化成了这个戈和铠甲，对不对？对，所以这个铠甲它其实金属，它都是属于金，是属于肺，是属于白色的。然后再下来怎么样呢？火呢往上走，那个水呢往下走，对不对？火呢是属心的，那个它的性质是火，是热的，它是往上去。那火焰往上
往上烧，然后那个肾气呢，它是属于黑色，是属水，它就往下走，所以那个他说肾气化水往下。最后呢，它是中间是属土，土呢是属脾胃，它是黄色的，然后它这个土气呢，它就把它坐在中间了，它就稳稳的待在那里，这样子呢，就等于说五气护身。刚刚整个的冥想过程呢，就让你的这个五气，身体五种脏器的这个正气都调出来了。可是这还不够，你必须得就是天人合一嘛，必须得跟天气结合到一起，所以呢，你刚才讲到了那里，它北斗星上的那个天地的正气和人的正气连到一起之后，这个时候你就像得到了就是无穷的力量一样，从大自然能给予很多的这个正气的资源，那你就不用再害怕了。这个时候你带着这个正气去走进这个意识，你就可以开始治病了。就好像有一个金钟罩在我们的身体四周，是的，保护着我们。没错，这个金钟罩不光是说从这个我们的这个宇宙中的这个正气来，还有呢你自己的信念要非常足，所以经常说人要自信嘛。你有这个信心，3分疾病7分精神，这个精神的这个气，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说把五脏的这个正气调出来呢，它之间是有相通的地方。刚刚冯医生提到的那个7分精神3分病，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语哈，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那我们上一集也提到了，就是人的心情也会影响你身体的状态，那其中一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恐惧、愤怒、提心吊胆和悲观等等呢，都有可能降低身体的免疫力，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切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呢，都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哇，真的要谢谢冯医生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有用的招式来预防瘟疫。谢谢艾丽今天的邀请啊，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些知识，也希望这些能够真正帮到你，我们大家一起平安的走过这场劫难。那身在北美的朋友们呢，可以致电冯医生的昆德中医养生轩。那我们今天提到的预防瘟疫的药方啊、香囊，包括熏香等等呢，都已经做成了成品，非常的方便，拿回家就可以开始用了。而且呢，如果购买一整套的中药套餐的话，还有优惠。那我会把链接和联络方式都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那如果今天你有学到有用的1招2招的话呢，请帮我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学到，然后赶紧用起来。还有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做更多有关中华传统文化和普世价值的视频。那咱们下次再见啦。